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析了一家股价从今年年头至今一路飙涨1593%的科技公司 GeneTech，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股价那么受青睐，和如今为什么200倍的 PE 公司股价依旧还没开始回调。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分享一家前几天在 Facebook 开 Live 很多人要求的手套公司，看看他们刚出炉的业绩报告和为什么如今的 PE 那么低，到底有没有被低估，以及投资者们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而且如今小编偶尔也将在我们扭转乾坤的面子书开直播，与大家分享股市里的一些公司哦。所以还没点赞和 follow 我们面子书的朋友们，马上记得去点赞哦。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手套四大天王中的 Supermax 超人。去年2020年炙手可热的公司 PE 也曾一度去到200倍，真是当初你让我高攀不起，现在我对你爱答不理，因为如今的 PE 是到达了惨不忍睹的2倍。难道市场真的抛弃它了吗？这支影片小编我将会为你们一一解答，并估算如今的股价到底是低估还是高估了。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刚公布的业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收入和盈利都已经开始缓慢下滑了，收入从上个季度的 1.93 个 billion 下降到了这个季度的 1.87 个 billion， 小幅减少了60个 million， 也就是 3%。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1个 billion 减少到了这个季度的958个 million， 一共下滑了42个 million， 或者是 4.2%。 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51.9% 减少到了 51.1%。 那从这个季度看来，手套的 ASP 下滑已经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了，但是好消息就是至少不是跳楼式的下降，而是缓慢的。毕竟疫情开始变种，而且还有回升的迹象，手套在短期内还将会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单了解了他们的业绩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这个季度有哪一些亮点。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他们的现金储备。这个季度 Supermax 是有一共高达 3.78 个 billion 的现金储备，虽然是比上个季度的 3.98 个 billion 来的少了 0.2 个 billion， 但依然是处于非常雄厚的净现金状态，因为他们的短期债务只有 198.3 个 million， 而长期债务也只有64个 million， 对比上个季度的 243.7 个 million 短期债务和 67.4 个 million 的长期债务都有在减少，而这也让他们现在处于 3.71 个 billion 的净现金状态。那么很多人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季度的现金流减少了200个 million？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Supermax 在这一个季度的 prepayment received from customer 减少了，从上个季度的1044个 million 减少到了这个季度的631个 million。 那这个 prepayment received from customer 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顾客之前给他们的 deposit， 在之前这些 deposit 会被记录在 cash 里面，而这个季度他们交了一些货后，我们就能看到 cash 减少了，因为这一些 cash 已经被转换成了收入。那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并没有增加贷款，还有就是他们花费了435个 million 来做扩张 capital expenditure。 那说到扩张，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在扩张的方面进展到如何。他们之前的计划是在马来西亚的巴生地带新建5家定金手套 Nitra Glove 工厂，分别是编号为13、14、15、16和17的工厂，预计将在2021年至2023年分批投入运作。而这一项大扩张也将会预计耗资 1.39 个 billion。 而当这一些工厂完全投入运作之后，他们预计这将会为他们增加 22.25 个 billion 只手套的产能，并将他们的年度产能提高到了 48.42 billion 只手套，也就是再翻1倍的产能。此外他们也表示，他们也将会强化他们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的批发部门，并未来有可能把工厂建在更靠近美国的地方。这里小编也要为大家科普一下，那就是其实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欧美发达国家都会比较看重卫生，而这也就导致在西方国家的手套用量和需求量都是比发展中国家来得高出许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手套厂都倾向于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如今手套的 ASP 平均价格。其实 Supermax 的管理层也有表示，如今的手套 ASP 已经是开始下滑，而且现在的 Spot Price 也比之前的 Contract Price 来得更加低廉。简单来说，就是之前签了合约预定的订单价格会比现在直接用市场的 Spot Price 来得更贵了，因为之前市场上甚至是各国政府对手套的恐慌囤货已经慢慢减缓，但是 Supermax 表示接下来的 ASP 预计将会慢慢的下调，而并不会出现暴跌的情况，因为如今也出现了非常多的新买家来支撑市场上的需求量。但是在供应方面，则是看到很多国家的大公司都开始进入手套制造的这个领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现今 Supermax 的股价和 PE 估值到底是不是属于低估呢？这里小编又要来做个假设，并估算看看 Supermax 的估值了。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假设，那就是手套的合理 PE 估值大约在15倍左右，因为在疫情之前手套股的 PE 都是在大约30倍，之后我们保守起见再做一个 discount 50%，也就会得到15倍的 PE。 那么这一些详细的假设大家也能回到之前的这一支影片观看哦，里面有为大家详细的评估手套领域现今的状况。那么回到来，如果用如今 Supermax 的股价，也就是3令吉20仙除以15倍的假设 PE， 我们就能得到预测的每股盈利 Earning per share EPS， 也就是21仙。那再用21仙乘以 Supermax 的股票数量 2.72 个 billion， 我们将会得到580个 million 的预测收入。那这代表什么呢？这就代表假设如果未来的 PE 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的一半的话，市场预计 Supermax 的全年盈利将会是580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每个季度145个 million 的盈利。那么之后我们再估算 Supermax 如果有580个 million 的盈利的话，收入大概会有多少？从他们历年的年报上来看的话，他们的产品成本是大约在1个 billion 左右，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在未来产量将会翻1倍，也就是大约假设一个2个 billion 的产品成本 Cost of Goods Sold， 然后其他开支都大约介于300到500个 million 之间，我们就拿最大数500个 million 来计算。那么用这一些成本加上刚才的预测盈利，我们将会得到大约一年 3.08 个 billion 的预计收入。那么再用这一个预计收入除以他们未来的 48.42 个 billion 只手套的产能，我们就能得到市场预计的手套 ASP price， 从而推算出手套股如今是否有被高估。那么用 3.08 个 billion 除以 48.42 个 billion 的话，我们将会得到63令吉60仙每1000只手套的平均价，也就是大约15块半美金。那用15块半美金对比疫情之前的手套价格，大约是在22块美金，其实还是少了大约38仙。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市场担心的因素，那就是如今手套厂都在加快扩张的脚步，这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手套的供应，而且来自世界工厂中国的英阔更是快马加鞭，并表示将在2025年达到一年500 billion 只手套的产能，这也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未来手套供应和 ASP 的不确定性，而这也就是如今手套股股价低迷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想要知道另外2个原因的话，可以回到之前的这一支影片了解哦，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8%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那荧幕前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如今的手套股要多久才能复苏呢？请在留言区打上你们的看法，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